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不过由于南海海域广阔、资源丰富，南海周边国家对此都十分觊觎，也趁着我们无力关注南海事宜的时候，侵占了我们不少岛屿。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中国也派出解放军前往南海各个岛礁驻扎，但由于岛礁面积有限，驻岛官兵的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为了改善驻岛官兵的条件，中国开始了吹沙填岛的工程。那么如今这项工程的进度如何了呢？本期影片小编就以南薰礁为例，带大家看看中国是怎么一步步把礁建设成岛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2013年冬天，中国开始对南薰礁进行填海作业，大约1年后，南薰礁就成为了一个面积达到了0.18平方公里的南薰岛了。这让南薰岛上的驻守条件有了大大的改善。扩大之后的南薰岛呈现出一个之字形，中间是一座长300米、宽250米的人工岛，还有一个宽度大约为120米的进出航道，以及一座小型港口。从航拍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南薰岛中央的人工岛上已经矗立起了不少白色的建筑物，其中包括近30米高的综合大楼、海水淡化工厂等，楼顶上还竖立着祖国万岁4个大字。此外，虽然条件有限，导致南薰岛上没有建设机场跑道，但是我们同样也修建了大型直升机停机坪、雷达站以及先进的警戒侦察系统等设施，用以保障我军的安全，保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先进的侦察系统可以让我军官兵更早发现不明目标，迅速判断目标的方位、行动轨迹和性质，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2020年，媒体报道称，我军南礁岛守备队的雷达第一时间捕捉到了不明国籍渔船悄悄进入中国南沙海域的信号，中国海军迅速反应，对该渔船进行了警告驱离，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现在的南薰岛上不仅实现了移动信号覆盖，甚至还有4G 网络，岛上官兵要与上级部门联系变得更加方便。过去南薰岛上通讯不畅，以及在惨案发生好几天之后，我们才意识到不对劲。现在通讯保障服务让南薰岛不再是那个孤悬海外的南沙中的南沙，而是一座每年可以处置上千起海空情况的钢铁堡垒。2022年的最新航拍图还显示，现在的南薰岛上不仅有传统的燃油发电设备，还建立起了光伏发电站、风力发电厂。南海上的阳光和狂风都将转化为电能，保障南薰岛上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保障南薰岛驻岛官兵的正常工作与生活。更重要的是，南薰岛也从过去那个红树林也种不活的光秃秃的沙洲岛礁，发展成了一个绿意盎然的岛屿。航拍图显示，南薰岛的外围整整齐齐地种着高大的树木，实现了良好的防风效果。岛上官兵再也不用饱受大风之苦，而岛内的绿化也是生机勃勃，看起来就仿佛是置身于江南。因为植被覆盖率的迅速提升，愿意前来此处繁衍生息的海鸟也越来越多。岛上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官兵们的生活也不像过去那样枯燥。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海军驻岛官兵的努力，他们克服了在无土壤、无养分的荒礁上种植树木的世界性难题，让南薰岛终于成为了如今这般生机勃勃的样子。同时，驻岛官兵们还充分发挥了我们中国人的种族天赋，人到哪儿就把菜种到哪儿。我们同样也在南薰岛上种菜，并且和种树一样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今，南薰岛上的官兵们基本也可以保证蔬菜的自给自足，官兵们也再也不用眼巴巴地等着补给物资送来，就可以吃上新鲜的蔬菜了。尽管中国的吹沙填岛行动是为了改善驻岛官兵们的驻岛条件，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完全正当的行为，但这一行为却引来了那些基于中国南海的国家的不满。在南薰岛填海造岛时，时任菲律宾总统的阿基诺3世就对此提出了不满，声称中国是在占领石油资源丰富的岛屿，还敦促所有的南海声索国一起向中国施压，阻止中国在所谓的争议地区建造设施。
在菲律宾提出这种非分的要求之后，西方媒体立即跟进大肆炒作，要求中国暂停填岛的行动。这一无理要求当然被我们拒绝了，这才有了南薰岛现在的现代化风貌。毕竟菲律宾等国本来就长期非法侵占中国的岛礁，不仅在中国岛礁上驻军，还长期进行能源开采活动，这些我们都搁置争议，先不与他们计较了。他们居然还好意思要求我们停止合法的行为，真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至于西方的态度，我们更加不用在意，毕竟对于西方而言，一切可以遏制中国发展的提议他们都会支持。如果我们真的在乎西方的批评和威胁，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干了。现在我们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伐在发展，在不断改善南海诸岛官兵的条件，相信未来中国对于南海的控制能力还将进一步加强，而南海上的惨案再也不会重新降临在中国官兵身上了。前面小编多次提到了南海惨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1988年，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派兵驻扎南薰礁。解放军在南薰礁上用竹子搭起了一个高脚屋，整体面积十分狭小，堪称是蜗居。这也是中国解放军的第一代高脚屋。不过，这个第一代高脚屋并没有使用多久，中国官兵就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铁皮打造的二代高脚屋，看起来好歹是比竹屋宽敞了不少，也能够更好的遮风挡雨。到了1990年时，中国官兵又建立起了更加牢固的钢筋混凝土的第三代高脚屋，以及一个补给平台。在这个简陋的环境里驻守着12名官兵，不仅驻守条件十分简陋，南薰礁的自然环境也是十分恶劣，远离大陆，淡水和食物都要靠船只运送补给，只是其中最容易克服的困难啊！这里最让人难熬的就是台风。在南薰礁的南面不到200米处，就有一条非常长的大海槽，这里的深度可以达到了4、5千米。属于深海区，可以说是风急浪高。南薰礁正好处于风口上，驻岛官兵表示，在这里12级的台风连着刮好几天都是常事，10级的台风则能够持续半个月之久。只要风浪大一点，海浪就能直接打到碉堡的2楼，打到港楼上也是常事。补给船来时，还经常会因为风浪太大，导致连缆绳都系不住，补给物资也会被大风大浪给打湿。要登上南薰礁也要靠运气，因为风浪太大，许多人来了南薰礁好几次都没能登上岛礁，只能失望而归。而且因为南薰礁离深海太近，战备空间也比较小，导致岛上官兵防小股偷袭的难度也增大了。实际上早在1990年时，南薰礁上就发生过一起疑案。1990年11月7日，上级部门在试图联系南薰礁驻守官兵时，发现无线电通讯无人接听，意识到可能有问题，上级部门立即派人前往南薰礁查看，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南薰礁上原本驻守着12名官兵，除了1人因为生病正在永暑岛治疗之外，其余11人非死即失踪。在南薰礁上发现了5具驻岛官兵的尸体，其余6人则下落不明，彻底失踪。高脚屋里还发现了弹痕，周围则散落着解放军制式的枪支。由于岛上没有一个活口，也没有监控设施，至今人们都不知道南薰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是越军偷袭导致了这起惨案的发生，但同时也有其他版本的说法流传。只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我们都应当避免这种惨案再次发生。于是，改善官兵的驻守条件成为了重中之重。经过中国的大力建设，才有了如今的南薰岛。南薰岛虽小，但是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周边形势也异常复杂。若要继续维护中国海洋和岛礁安全，我们仍然要不断的建设，使其不断大变样，提高在有关海域的掌控能力，这样才能够让有些国家不敢再惦记中国岛礁和那些蓝色国土。小编相信，将来的某一时刻，随着有关海域形势不再复杂，那些被某些国家强行侵占的岛屿和海域，也都会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中国下一步应该在南海建设哪个岛？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